爸，您一大把年纪了，就别干跑腿了，行不行？是啊，爸，我们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干嘛非要折腾自己？好啦，爸都干几十年了，早停不下来了。你们三放心，爸会注意自己身体的啊。老伴儿在哪儿？相亲节目走进乡村，欢迎单身中老年朋友报名，牵手成功送双人云店7日游。爸，和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商量什么事儿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撒开！撒开！我自个儿会走。你们到底搁这干哈呢？老伴儿在哪儿？你们给我报名了相亲节目，我不去。哎呀，爸妈都去世多少年了，你一个人把我们拉扯长大，现在也该找个老伴儿安享晚年了。爸来都来了，进去看看呗。报名费不去可不退哦。你们这是坑爹啊！咱们三个，一个是北辰财团 CEO， 一个国际拍卖行的总裁，还有一个是文物基金会会长。咱们取得这么大成绩，什么时候才能告诉老爸？如果爸今天能找到个知心老伴儿，咱们就把真相告诉他。这样一来，咱们也不用为了担心他受不了，偷摸着给家里添东西了。唉，这么多年老爸节俭惯了，我们也装累了。希望老爸能给我们个惊喜吧。今天老爷子的相亲节目有家访环节，你们马上去老宅，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全藏起来。我希望他能找到真心喜欢他的人，而不是贪图钱财的人。是。这三孩子，算了，他们也是一片好心。嘿，谁呀？他妈的不长眼！陈建国，都说了我是不可能答应你这个穷酸鬼的，你竟然还敢追到节目现场来骚扰我！金凤，老邻居，我真没对你有那个心思。别解释了。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来人啊，非礼呀，有没有人管管啊？来人啊，来人啊！金凤妹子，你松手啊，你是真冤枉俺了。大伙儿都看清楚了，就这个穷酸鬼老缠着我骚扰我，我今天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丑事儿，让他以后没脸见人。你谁呀？也来管我的闲事儿？姐姐，你再不去补这个裙角，恐怕就要走光了。陈建国，你个臭流氓，给我等着，看我下了节目怎么收拾你！谢谢你啊，大妹子。不客气。小心，小心！那个，刚才我没事的，节目马上要开始了，我先过去了。现场的各位朋友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，欢迎回到《老伴儿来了》节目现场，再次欢迎我们的10位女嘉宾。今天已经有4位男嘉宾登台，可惜都没能牵手成功。而我们的最后一位男嘉宾，又能否把咱们现场某个优秀的女嘉宾领走呢？就让咱们拭目以待。有请下一位男嘉宾陈建国。哎，说好一起看老爸相亲的，可是大姐忙，二哥忙，最终还是我一个小妹扛下了所有。老爸，您可得给我们陈家争点气呀！陈总，海外拍卖行出现国宝级拍品，我们必须要让这等文物回家，你也得忙起来了。什么？国宝级？你帮我盯着节目，等我忙完立刻向我汇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有请下一位男嘉宾陈建国。一个臭跑腿的老头也敢来相亲了，这节目组怎么什么人都找？是不是走错片场了？不知道在场的女嘉宾都是高质量女性吗？哼，是他。等等，这个人不能上。林女士，男嘉宾一上来您就有比较大的反应，请问是发生了什么吗？他就是个流氓，刚才在大堂他故意揩油我，还把我裙子撕破了，这人不配来相亲。我没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少狡辩，你就是看我单身对我意图不轨。我告诉你，想追我不可能。这位姐姐，
刚才大堂的事儿我也在场，人家明明是不小心撞了你，你又是骂又是喊非礼，这不欺负老实人吗？多说一句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我和你们说，这穷鬼就是我的老邻居，50多岁了还在干跑腿，1个月挣几千块，住瓦房。50了还跑腿，这身子骨还能撑几年？嫁给他不得和他住进破瓦房里去？这谁受得了？而且还一直对我图谋不轨，特别是看我家有钱之后，整天都想着攀高枝。你们说，就这种人有什么资格和我们站在一起？什么？这种男的简直不要脸！让他下去，让他下去，下去！大家先安静一下，要不咱们还是先让陈大哥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刚才金凤妹子说的都没错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1个月挣不了几个子儿，乡下住的也是破瓦房。可我没想来相亲，更没有对金凤妹子有非分之想，是家里那几个孩子硬把我嫁过来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姐妹们，听见没？不止陈建国这个软饭男想攀高枝，是他们陈家一家子的蚂蟥都想趴在我们身上吸血呢。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，老的在前面装可怜，小的在后面等着分钱，这嫁过去不得骨髓都被吸干喽。各位姐姐稍安勿躁，这样吧，咱们按节目流程来，先去连线记者探访陈先生的家，说不定看完以后，大家会对陈先生有个不一样的了解。行啊，那可太好了。就让全国观众都看看你那破家到底能有多寒酸。好，那咱们就跟着镜头一起走进陈建国的家。快！节目组的人马上就要到了，所有之前的古董字画全部都给我藏起来。管家，这部气垫式真机放哪儿？塞鸡窝顶上，用稻草盖上，那地方没人翻。别往里屋搬了，猪圈扔猪圈里跟猪食堂放一起。这可是大钱官药。是三小姐1800万拍回来的，让你扔就扔，反正老爷子也不懂。管家，老爷子的米是国宴特供5常大米，袋子上有标，这怎么办？把袋子撕了，米倒进厨房那个米缸里。对了，把那秦岭石做的米缸砸开到裂缝，漏点米出来，看着更像穷人家。等等，这2名成化斗彩鸡缸杯就别藏了，直接摆桌上。大管家，这价值4000万的东西就这么摆桌上？你就在里面装点剩汤剩菜，谁看得出来？清行爷用的伏虎宴，给鸡当食盆。是。胡开文的顶烟老墨拿去垫桌角，还有那几个帝王绿原石抹上灰，全都丢门头上去当压门砖。是。节目组的人到了，快！所有人收拾干净，立即撤离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老伴儿在哪儿的节目连线，让我们随着直播间的镜头，揭开男嘉宾生活里最为真实的一幕。陈建国，你生的那3个吸血鬼也不中用啊！这么多年了，没一个能给你换套房的，还真是穷到跟上了。这一家子得没用成什么样，才能几10年都换不起一套房子？孩子们也想把我接到城里的房子去住，只是我自己更习惯在乡下干干农活，种。闭嘴吧你！我可跟你们讲，就他家那3个孩子，全都是打工仔，挣的仨瓜俩枣的，租个地下室都够呛。你们可千万别被他骗了！就这穷酸样也跑来占着台子，下去吧你！导演，这场面控制不住了，要不要中断录制？中断？你疯了吧？在线人数马上要破1000万了，还在涨，让他们继续骂，骂得越狠，咱们流量越大。各位姐姐别着急。我们的记者马上进入陈先生家里，也许里面别有洞天呢。这房子比我爷爷家的还破，这条件也敢上相亲节目？节目组是懂流量的。等口，那喂鸡的是什么东西？黑黢黢的，看起来好像是个古董。有没有可能人家是已经富豪？楼上醒醒，小说看多了吧？会长，上班时间也不干点正事儿。哼，一天天净看这些无聊的节目，能有什么出息？会长，我知道错了。会长。咋的了？不可能，这等宝物拿来装基石，这不是糟践东西吗？会长，一个农村人家里能有啥宝贝让您这么激动啊？而且那不就是个普通砚台吗？普通砚台？那可是……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你现在立刻去联系老丁，让他马上打开电视看这个节目，快！老丁，丁教授，你是指那位特级文物鉴定专家丁教授？对，就是他，快去！会长竟然要请动丁教授，那个宝物岂不是？国宝级，
朋友们，我们现在进入陈建国家的客厅。就这破地方，冰箱是这家里唯一的电器，我家狗窝都比这强。你们看那碗都破成什么样了，还拿来装剩菜？桌子缺了角都换不起，还拿2块黑木炭垫着，哎，这得穷成什么样啊？就是我家门口垃圾桶里捡的凳子都比这桌子强。关掉，吵。好的，丁教授。老丁，你快去看那个相亲节目《老伴儿在哪儿》，有国宝级大发现。什么？国宝级？等等，别关！这是玉题诗盛宴啊？玉什么虎宴？玉题诗盛宴？这乃是青龙爷的御用砚台。什么？青龙爷的御用砚台？那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村里？教授，您没看错吧？我绝对不会看错。那肯定是哪个不识货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在村里捡着了，不识货就拿回家喂鸡了。不，这砚台早就问世过，而且全世界仅此一方。最后一次拍卖是3年前的欧北至尊拍卖会上，落锤价8000万。那它怎么可能流落到咱们这儿的一个普通人手里？教授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这个男嘉宾的身份是个顶级大佬？累死了，这破地方连个像样的椅子都没有，大老远跑来也就拍了点破烂。下次还有这种嘉宾，可千万别叫我来了。这穷地方，你以为我想来啊？等会儿下半场咱们早点结束，早点走。等等，你闻到了吗？好香。姐，这到处都是鸡屎味儿，哪儿来的？哎，还真有一股香味儿，好像是米香。这不可能！咋了，姐？这分明是国宴特供的五常大米。什么？就这米？还国宴特供？这种破村子不可能！我以前采访过国宴后厨，这米和我之前接触过的一模一样。真的假的啊？姐，你这说的也太夸张了吧！我靠，这生米嚼着都有一股清甜，越嚼越香，跟咱平时吃的完全两码事儿。没错了，这香气、外观和味道都符合特族五常大米独有的特质。可一个跑腿老头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所有吃的标签都被撕了，这里面一定有古怪。连酱油、醋这种调料都是国宴特供，这男嘉宾的身份绝对不一般。帆，这个屋子绝对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，其中一定有大秘密。青龙官窑。青龙爷的大花瓶，一个就能顶帝都一套房。我靠，姐，我这齐天石的大虾是不是也能买一套房？这可是大几千万啊！姐，我们要发了！发个锤子，咱们摊上大事儿了。家访探秘环节一阶段暂时结束，感谢前方记者带来的画面。现在到了女嘉宾们做选择的时刻。哼，这还用想？这种穷鬼多看一眼都得沾一身晦气。姐妹们，你们可一定要擦亮眼睛啊！家里连个像样的电器都没有，桌子缺角拿黑墨炭垫，这种条件也好意思来相亲？就是一家子打工的，嫁过去喝西北风啊！对不起，既然大家对我不满意，我先走了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等等，现在在线人数马上就要破2000万了，必须想办法把他留下来。等等，
陈先生，我为你留灯。心动灯。叶女士为陈先生点亮了今晚第一盏心动灯。我没看错吧？这阿姨这么好看，竟然为那个农村人爆灯，这怕不是节目组为了搞流量故意这么整的吧？哇，在陈先生条件如此艰苦的情况下，叶女士竟然毅然而然地下了心动按钮，这是真爱呢，还是一时冲动呢？各位姐姐，你们怎么看？嘿，还心动灯？我看他这老绿茶就是想在节目上立牌坊，回头就去钓大款。我为陈大哥留灯，是我看到了陈大哥身上的优良特质，那就是自强自立，本心善良，我很欣赏他。倒是有的心里脏的人，看什么都脏。叶婉楠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一直在这儿叭个不停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看来大家的分歧是越来越激烈了，不过没关系，越是争议大，我们越要探个究竟。正好有人按下了心动按钮，那我们就得按照流程进入2阶段的深度探秘。还进什么2阶段？缺角的桌子、豁边的碗，你也不嫌磕碜？你要真看上他，直接出去领证也好，洞房也好，别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。就是，直接领走得了。这要嫁过去，全村都得夸她菩萨心肠，连陈建国这种破烂都收，那其他老光棍不得被她包圆了？老丁，你到底看出什么名堂了？说话呀！蠢货！节目里这些人都是蠢货！这缺角桌子，金丝楠的，还是罕见的阴沉木？什么？金丝楠阴沉木？这2个所谓豁边的菜碗，呸！这2只明成化斗彩鸡缸杯，一只少说2000万，2只就是4000万，都他妈拿来装生菜呀！看见没？我问你看见没？看见了，这不2块碳吗？碳，这可是胡开文的顶烟老墨，还是为李远章大人封爵定制的仓配试款，你管这叫碳？你这么些年都活到狗肚子里去了？什么？那得多少钱才能买着啊？国宝级的古董，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。按你的意思说，这是个非比寻常的大佬？何止是非比寻常，那简直是深不可测。他家随便拎出来一样东西，都是国宝级藏品。老丁，我懂你意思了。面对这么一尊大佛，咱们不能干坐着，得去现场。对，没错，买最近的机票，我们一定要去节目现场拜会这位大佬。走，快走！荒谬，太荒谬了！会长，您不是最烦相亲节目了吗？怎么还看生气了？把顶级帝王绿翡翠原石当压门桩的人，竟然被一群不识货的蠢货嘲讽，我能不生气吗？会长，会不会看错了？而且这人看着不太像什么大人物啊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帝王绿翡翠原石？我张某人纵横商界30年，棘手的原石没有10万也有8万，什么时候看走眼过？这料子只要让我看到点成色，就绝对走不了眼。这陈建国肯定是位深藏不露的大佬。光是几块原石，你也可以弄到手，也不至于。这等料子，我弄回来是当宝贝供着的，而人家直接丢外边当压门砖。什么？那这一对比的话，这个人不比会长您的身价还高？这还用说？那茶几是明清皇室御用的顶级硬木海南黄花翠，这个顶柜更了不得，满彻的老山檀香木。什么？满车的老山檀香木，那不是随便一根就能拍出上亿的价格吗？还是有价无市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不错，就是这么夸张。而且他家其他家具全都有做旧的痕迹，分明是刻意隐藏身份。现在立刻安排车，我要亲自去节目现场结交这位隐士大佬。是。行啊，叶婉楠，你要真喜欢这穷酸鬼，现在就跟他在全国观众面前抱在一起亲一个，敢不敢？金凤，你能不能有点羞耻心？哼，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，要么你们立刻按我说的做，要么你就承认自己是借这个穷鬼炒作自己，否则我现在给这个穷酸鬼赶出去。金凤妹子，你骂我可以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欺负皖南妹子啊！哟，这就互上了。你们还真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我儿周子豪是江城商会的主管，大儿子更是大夏第一北辰财团的经理，也是节目的投资人。我今天就是要欺负你们。你太过分了。这就过分了。这人吧，穷不可怕，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地位才可怕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臭乡巴佬丢出去！现在，立刻！几位先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们够了！你要护他，那正好，我连你一块丢出去。走。
走，快！南妹子，你快让开！他们是冲我来的，别连累了你。我不让！你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他们凭什么这样欺负你？死婊子！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给我动手！等等，所有人听我说，陈建国先生根本不是什么穷跑腿的，他有着绝无仅有的惊人身份。这幅字落款是王羲之，还有这幅画，张万千的真迹。我们还在陈大爷家中发现了大批瓷器，全都是稀世古董，任何一件都价值连城，绝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拥有的。什么？一帮瞎了眼的蠢货，敢在这儿侮辱陈老！这幅字落款是王羲之，张万千的真迹。我们还在陈大爷家中发现了大批瓷器，全都是稀世古董。我的老天爷，那可是王羲之的字帖啊！如果是真物，随便裁下来一个字儿，都能在2环买套房了。你们看那个青花瓷大缸，那釉色，那包浆，前几年港岛拍卖会上出过一个类似的，拍了整整3000万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个送外卖跑腿的穷光蛋吗？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古董？什么？老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价值连城的字画？别提了，我那小女儿为了不让我去干跑腿，非要弄一堆破字画挂在家里，说什么让我修身养性。我一个粗人哪懂这些？那些瓷器呢？总不能也是为了修身养性吧？这个啊，是上个月白菜便宜，我寻思着买点刚回来腌酸菜，我就打电话让我儿子顺路给带几口。结果这小兔崽子也不识货，给我买些没用的花瓶回来，一颗白菜都塞不进去，害得我今年的酸菜都没腌成。拿国宝级字画修身养性，拿西式光窑腌大白菜，这世界疯了还是我脑子坏了？疯了！有钱人的世界难道都是这么离谱的吗？哎呀呀，陈老先生，您大隐隐于市的境界实在是太高了，真是让我们这些俗人自行惭愧。不是，主持人你误会了，这都是我孩子随便买的，我真不懂你们说的什么国宝不国宝的。女主持，我要求节目组修改规则，我要重新报灯。对，陈哥刚才没有看中别人，说明我们都还有机会。陈哥，刚才都是误会。陈哥，您看我行吗？我还会做酸菜呢。都给我安静点儿！你们是不是傻？看不出来他家的古董全都是假的吗？金凤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人记者可都说得明明白白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就是，人家刚才都没正眼瞧你，你是不是故意搁这公报私仇呢？我公报私仇？你们动动你们那装满水的脑子，好好想想。他陈建国就是一个干跑腿的农村人，哪来的钱买得起这些国宝？再说了，他陈建国要是真有几百亿的身家，还用得着跑来这相亲节目上丢人现眼？对呀，甄大佬哪有闲工夫来这儿相亲啊？我就说这剧情怎么这么魔幻呢？差点就被这老东西给骗了。他肯定是提前知道了节目组有家访环节，所以故意在病西街上买了这些9块9包邮的假货，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戏码，就是为了骗取咱们这些女嘉宾的感情。臭不要脸的老骗子，穷疯了吧你！真恶心，拿一堆破塑料骗子装富豪，赶紧把他轰出去！金凤，我什么时候骗人了？你怎么可以瞎说呢？大家都冷静一点，陈大哥他从头到尾就没有说过这些东西是古董，怎么能叫行骗呢？还不承认呢？等会儿我就让现场记者验个清楚，把你的真面目拆得干干净净。我再说一遍，等会儿主持人问起来，你们就说不知道、不确定，听懂了吗？导演，这能行吗？我看这架势，这陈老头铁定是个大人物，我们得罪了他可就完了。你傻呀！得罪他的是那些女嘉宾，跟我们节目组有什么关系？就按我说的做，错不了。位于现场的思瑶，我们这边的观众现在对这些古董的真伪存在质疑，请问你在现场有什么看法吗？主持好，我们确实在现场发现了不少疑似古董的物件，但我们节目组并非专业的文物鉴定机构，无法对这些藏品的真伪做出专业的鉴定。这是什么？我刚刚好像看到了那个，我好像也是，快倒回去。不行了，我这心脏受不了了。1天之内，先是青龙玉题师承宴，又是张万千、王羲之真迹，现在连那个都出来了。老师、会长，你们说的那个到底是哪个啊？青棱地玉宝，太师少师钮寿山石青龙玉脸之宝玺。什么？老师、会长，你们
你们没看错吧？那寿山石的质地，那温润的包浆，还有那太师少师钮的雕刻姿态，是独一份的。天哪，那这得值多少个小目标啊？这已经不是钱能衡量的了，这是国宝中的国宝，你懂吗？我们现在该关心的不是这东西值多少钱，而是能把这种国宝随意放在角落当摆设的人，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没错，小李，接我们的车到哪儿了？来了，就是那辆。快上车！我要立马见到这位顶级大人物。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会长，你消消气。消气？我怎么消气？那几个物件就算是个外行，也该看出不是仿品。哪怕是仿品，能做到这种水平的，那也是大师级的工艺，价值不菲。他们居然说是假货！5分钟之内必须给我开到会场！我今天非得抽烂那几个老女人的嘴巴不可！大家听到了吧？记者刚才说无法鉴定，那就是假的。他陈建国就是个骗子。不是的，我这些东西真的不是。够了，林金货，你这样欺负一个老实人，真的很有意思吗？我就算欺负他，又关你什么事儿？倒是你叶晚南，跟这个老头非亲非故，为了他跟我作对，我看你才是脑子有毛病。导演，现场快控制不住了，怎么办？别慌，邀请嘉宾一起去他家搞突袭直播，一定爆火。各位观众请冷静。为了帮助陈先生自证清白，也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，我们节目组临时决定增加一个特别环节，让我们的嘉宾一起去陈先生的家里实地考察。去我家？我就是来参加节目，怎么还跑去我家了呢？陈先生，这也是为了证明您的清白啊！如果大家在您家里看到了这些藏品，确定了价值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陈建国，你不敢，是怕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身败名裂吗？好，去就去。我陈建国行得正坐得端，没什么怕见人的。我们的外景直播信号已经接通，一起来看看叔叔阿姨们的第一站吧。家人们瞧瞧这地方，狗来了看了都得摇头。这破地方能有宝贝，我看连老鼠去了都得饿死啊！各位观众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揭晓陈先生的终极真相。一帮有眼无珠的蠢货，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。这位先生，我们正在进行全国直播。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站在你面前的究竟是谁？张会长是那个给我公司投资了1000万的江南商会张会长。什么？那位身家超100亿的江南商会会长？这大佬怎么会出现在这种综艺节目现场？您真的是张会长？我没时间听你废话，告诉我陈先生在哪儿？您是说的那个陈先生，是那个涉嫌诈骗的陈建国吗？你再给我说一次！会长，节目组已经带人去陈先生老宅了，他们说是要带嘉宾去探秘，我看就是为了流量，故意整着出去羞辱陈先生。什么？如果陈先生今天受了半点委屈，我保证你们这个节目明天就会永久停播，所有参与的人员被永久封杀。我张振邦说到做到，去老宅，快！封杀？张会长竟然为了陈建国要封杀整个节目组，连江南的商界泰斗都坐不住了，这陈建国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是书法协会孙文山，这位是文物鉴定专家丁教授，请问陈建国先生在哪里？又是找陈建国的？他是那个官方鉴宝节的常驻嘉宾，国家首席鉴定师、特级文物修复专家丁教授。没错，我也在节目上见过他，把这等大佬都引来了。难道陈建国家里的东西真的是宝贝？我们没时间跟你废话，陈先生人呢？陈先生已经跟着导播车回老宅了。看，他们准备进陈先生的老宅了。哎呦，什么破玩意儿！把我新买的皮鞋都刮花了，真是一屋子破烂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陈建国家的宝贝，一块不知道刻了什么玩意儿的破石头。他在做什么？那是青龙御用的蓝宝玉玺，是国宝中的国宝，竟然就被他砸了！什么玉玺？你们节目组，你们这群罪人，你们摊上大事了！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！那方玉玺，但凡有一丝划痕、一块缺角，就是毁坏国家1级文物。你们节目组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准备牢底坐揣吧！老丁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走！陈老家里全是国宝级文物，要是让那个疯女人再折腾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哼！完了，
咱们节目要完了。你们瞧瞧，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啊？又破又烂，墙皮都脱落了，一股子霉味。这条件真不知道怎么有脸拿出来上节目的。你们先坐下歇会儿，我去给你们沏点茶。起开！要你废话！我的衣服，我的高定长裙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伤到没有？快擦擦，快擦擦。陈建国，你这个老王八蛋，你故意让我坐在这个烂桌子前面，就是想看我出丑是不是？我没有啊。林金凤，你到底讲不讲理？明明是你自己撞了桌子，才把菜碗弄翻的。老陈好心拿纸巾给你，你怎么还动手打人？我凭什么？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这一身衣服全都是国际顶奢大牌，加起来大几十万，现在全被这个死老头子毁了。我不只要打他，还要他赔。林金凤，节目现在可是在全国直播，观众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是你翻了东西还动手打人，是你该向老陈道歉。道歉？行啊，想要道歉是吧？那这就是我道歉的方式。林金凤，你干什么？这虽然不值什么钱，但都是我女儿送给我的。我砸你这些破烂还要征求你的铺盖仔同意不成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拿我没办法。林金凤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在别人家里搞破坏，你还有没有底线了？无法无天的是你们。我已经通知了我小儿子周子豪，他可是江城商会的主管，马上会带专业团队过来，现场打假陈建国手里的这些破烂玩意儿。到时候全国观众都会看到我林金凤为民除害，他们都得感谢我。我从来都没说过这些是什么古董文物，这只是我孩子们孝敬我的心意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咄咄逼人啊？哟，装不成隐藏大佬就开始装可怜呐！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你们骂我也就算了，凭什么侮辱农村人？往上数3代，大家祖上都是种地的，没有农民你们吃什么？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我妈？这谁呀？好大的派头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扶起来！这什么破房子，门槛修这么高，存心办人是吧？哎，我的乖儿子，你可算来了，摔疼没有？妈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你们都看好了，这是我儿子周子豪，江南商会的主管，平时见的大老板，比你们吃过的盐都多。妈，这就是你电话里说的那个伪造文物骗人的老家伙吧？没错，儿子，你今天必须为民除害，绝对不能让这个老骗子拿这些假东西出去骗钱害人。交给我。假的全都是劣质仿品，要是这种工业垃圾以次充好流入市场，那还了得！今天我就代表江南商会把这些假货就地焚毁。还有那张桌子，你怎么能随便烧我东西呢？你闭嘴！要是再敢帮腔，我让我儿子连你一块烧！这什么桌子？怎么会这么重？你们一个个都瞎了眼不是？还不知道上去搭把手！住手！那都是我孩子的心意呀！老东西，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就是弄虚作假的下场。你们这些人一来我家就又骂又砸又烧，跟强盗有什么区别？你伪造文物还有理了？老娘这叫替天行道！无凭无据，你们凭什么说我造假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个没出息的死乡下人，凭你的子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跑腿的打工的，这桌子和字画要是真的，你们10辈子都买不起。行了，你们赶紧叫2个警察来，把这个伪造文物的诈骗犯
抓回去重判，免得脏了大家的眼。你说要重判谁？还不快救人！你他妈谁呀？敢动我的人！陈先生，我终于见到您本人了。你是？这是那张金丝楠阴沉木的桌子。陈先生，这是谁烧的？一堆假货而已，我让我儿子烧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，你还想打我不成？来，照这儿打！你敢打我？儿子，你老娘被人打了，你快收拾他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然敢打我妈！告诉你，老子可是江南商会的主管，信不信我这就让你在江南彻底混不下去？你说你是江南商会的主管？没错，看清楚了，江南商会主管。这他妈的，我江南商会怎么会招进这种脑干缺失的蠢货？得罪了陈先生，这不是把商会推进绝路吗？怎么知道怕了是吗？现在立刻给我跪下，向我妈磕头道歉，再赔个180万的精神损失费，兴许我还能在江南。老东西，聋了吗？还不赶紧跪下给我磕头道歉！蠢货，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，我的名字叫张振邦。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？等一下，江南商会会长不就是叫……你是会长？不是，会长亲自来鞠躬，这跑腿大叔怕不是满级大佬来新手村扶贫的吧？大叔家里还缺看门的吗？会喊666那种。林金凤母子刚才有多狂，现在脸就有多疼。我要是节目组，我现在绝对只想跑路。姐，咱们直播间在线人数突破3000万了，但是弹幕怎么还有人叫我们跑路啊？你也是个蠢货。哼，3000万！你们母子当着3000万观众，蓄意破坏陈先生的资产，毁坏古董文物，都不用等节目结束，你们就可以进去蹲大牢去了。齐先生的虾去图，张先生的山水12条片，还有这是上好的金丝楠阴沉木啊，全毁了，全都毁了！什么？这些竟然都是真迹？这缺角的破桌子还是金丝楠阴沉木？会长，您是不是看走眼了？这穷光蛋怎么可能买得起真迹？这肯定是天桥底下10块钱批发的破烂货！听好了，蠢货，这些东西国宝级文物，就是稀世珍品加在一起，10个亿都不够你赔的。什么？10个亿？周子豪，即日起你从江城商会取名，我江城商会没你这种不知死活的蠢货。妈，完了，全完了，我工作没了，还要赔10个亿，我这辈子完了！没出息的东西，给我起来！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妈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传闻张会长素来神秘，你见过他长什么样吗？妈，你的意思是他找演员冒充会长？当然，我和陈建国当了这么多年邻居，他那3瓜2枣我还能不清楚？他连买斤猪肉都要还半天价，能认识什么大人物？那个谁，你刚刚说你是江南商会的会长，那我问你，你是哪年当的会长？商会总部在哪儿？你手底下几个副会长？你说得出来吗？说不出来了吧？要我说，有的人还真以为租套西装就能出来装大尾巴狼了。陈先生，您到底是什么身份就亮出来吧，要是再让他们闹下去，把您气出个好歹来，我们节目组可真担待不起啊。大妹子，你们到底在说啥呢？我真的就是个普通跑腿的。那个黑乎乎的桌子是我闺女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的，说是实木的耐用。地上那些画是我儿子在网上买的装饰画，烧了我也挺心疼的。之前在节目直播里，我就看见陈先生家里那些顶级古董家具都有故意做旧的痕迹，现在加上他这方法，肯定是在刻意隐藏身份。我要是现在强行替他出头，会暴露他的身份。可要是不管，这无知泼妇指不定还得干出什么恶心事儿，我更没法取得陈先生的原谅。这下可难办了。非常感谢各位的鼎力支持，正是因为大家的慷慨解囊，才能成功让这件流失国外的绝世青铜器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。陈总客气了，能跟着您为国家文物回归尽一份力，是我们的荣幸。各位过誉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散会。陈总，您快看看这个吧，陈叔上热搜第1了。哦，没想到我爸那小老头还挺受欢迎的嘛。不是的，您赶紧点去看看，出大事了。恶心，穷鬼，老光棍儿，
他们这么侮辱我爸，简直是在找死！那几个女嘉宾现在还在陈家老宅闹事儿，您看怎么处理？备车，回老宅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惹怒陈家的代价。乡亲们，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吧？这什么江南商会会长，根本就是陈建国这穷酸老头请来的群众演员，还整出个什么齐天石、张万千的假话，真是笑死人了！就是，我们江南商会的会长怎么可能会跑到这种鸟不拉屎的破村子里来？他们就是找了个糟老头来冒充，想敲诈我们。这么说确实有点可疑啊！堂堂江南商会会长根本不可能看相亲节目，更别说来了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真是什么牛批会长，那也不是搞古董的。凭什么他说是国宝就是国宝？凭什么他说值10亿就值10亿？想讹老娘，找屁吃去吧！那如果是我说的呢？那如果是我说的呢？哟呵，又是哪儿来的糟老头子？陈建国，你今天请的群演还挺多啊，组团来骗钱了是吧？居然是丁教授，没想到连国家文物界的定海神职都来了。我原以为我已经够高估陈老了，现在看来他的能量还是远超我想象。陈老，实在抱歉，我们丁老、孙老，你二位快看那边。这纸张的纹理，这落笔的神韵，这是张万千的真迹啊！还有这半张，分明是齐天石的绝笔。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些流传千古的无价之宝，怎么会被烧成这副惨状？这反应也太真实了吧？难道地上的真的是绝世文物？丁老、孙老，在下是江南商会会长张振邦。造成这一切的是这两个无知狂徒，是他们母子俩非说陈老的字画是赝品，硬生生点火烧毁了，无知毁坏的珍贵的文物，那是文化传承的瑰宝，你们这是在犯罪！哎呦喂，还在吓唬我呢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真以为自己是奥斯卡影帝啊！陈建国，你为了讹我们，连这种声泪俱下的老戏竹都找来了，看来真是下血本啊！放肆！你们睁大狗眼看清楚，这位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丁长玉，丁教授。什么？什么？我好像有些印象。可如果连这种泰斗级别的人物都要对陈建国鞠躬问好，那陈建国的身份岂不是要上天了？哼，陈老的身份连我等都望尘莫及，也是你们这种跳梁小丑可以肆意辱骂的。陈建国，你现在可出息了呢，连国家泰斗都对你都望尘莫及，难不成你是玉皇大帝？妈，你说这老头今天要是没讹到咱们，这些演员的工资他能发得下去吗？别的我不敢说，但这位的确是丁教授。哼，你又是哪根葱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吧？这是上个月我亲自采访丁教授的官方报道，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去查。不可能，这子豪他们俩难道真是？陈老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来晚了，让您收藏的国宝毁在这等蠢妇手里，是我等的失职。老陈难道真的是大人物？坏了，我这20年明明还藏得还挺接地气的，怎么还是被他们发现了？哎，你严重了，严重了！我就是个糟老头子，不是什么陈老，这些也就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。陈老，您就别谦虚了，我们这次冒昧前来，除了拜访您，更重要的是为了那件国宝中的国宝，那方清耀帝御用的剑芒玉玺。什么玉玺？我不知道啊。丁老、孙老，那方玉玺可能已经碎了。蠢女人，你竟真把这等国宝摔碎了！这世间怎么会有你这种畜生都不如的东西？要怪你们也该怪陈建国，怪我？没错，就是怪你。要不是你把玉玺丢在地上，刮黄了我的鞋，我怎么可能会砸掉它？你把大明成化帝御用的斗彩鸡缸杯也砸了！陈建国，我真没想到你为了得到我，竟然会用这种肮脏下作的手段。你弄坏我的衣服鞋包，故意害我砸坏这些古董，不就是逼我向你妥协吗？行，我承认你赢了。我知道你喜欢我这么多年，始终不好意思说不出口，但看在你愿意为了我付出这么多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。不过呢，我也不是什么随便的女人，今天你弄坏我的衣服鞋和包，就先100倍补偿给我，让我看看你的诚意。简直不知所谓！你个无知蠢妇，以为靠着撒泼打滚、胡搅蛮缠就能把自己摘干净吗？
你今天摔碎的是国宝，国宝中的国宝。坏事做多了，迟早是要摔跟斗的。丁教授，您说的是真的？这真是国宝？我从业40余年，从未看走过眼。这方青龙御览之宝玉玺，货真价实。果然我猜的没错，这个陈建国绝对是顶级大人物。这真是国宝，我不会被这个蠢女人连累吧？我们今天这么羞辱陈建国，岂不是完蛋了？陈先生，这方玉玺虽然受损严重，但仍有修复空间。还有那些碎了的鸡缸杯、烧毁的字画残片，对于我们文物研究院来说，有着非凡的意义。我们希望您能允许我们将它们带回去修复。看来他们并没看出我的身份，可一旦这件事发酵出去，我的秘密就彻底藏不住了。您放心，所有费用由我们承担，修复完成后，一定原物归还给您。抱歉啊，两位专家，你们肯定是看走眼了。这些东西就是我几个孩子在夜市上随便买来送给我的工艺品，真的不是什么古董。这怎么可能？陈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你又在发什么疯？你们两位的专家身份或许是真的，这几件古董你们也或许没看走眼，但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不敢把东西交给你们修复吗？因为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他偷的。偷的？你说这么多文物全都是偷的？那我倒是问问你，正常人谁会把值钱的东西当破烂乱扔？肯定是来路不正，不敢声张。就是刚才问他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，他吞吞吐吐，支支吾吾。谁家真有宝贝，早就锁保险柜里了，这绝对是赃物。说的有道理啊，哪有人把古董当破烂扔的？难怪他一开始死活不承认是古董，原来是心里有鬼。陈老，他们都逼你到这份上，你还不会自己澄清一下吗？我没偷，这些东西真的是我孩子送的。你编瞎话能不能动动脑子？开口闭口就是子女送的，你子女不就是几个在城里打工的穷鬼吗？他们哪来的钱买几千万的古董？就是啊，打工的能给你买国宝。陈先生，您就不要再隐藏了，他们都怀疑到这个份上了，您就实话实说吧。这些东西的来历，还有您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老陈，咱不能这么委屈自己，这口气不为自己争，也得为子女争。你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我们都在呢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给我女儿打电话。证据确凿，还打什么电话？什么女儿儿子，都是你编出来的！我现在就把你这个盗宝贼送进局子里去！把我爸送进局子里去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星河，爸，您没事吧？爸没事儿。你不是在上班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这帮人都骑在您头上作威作福了，我要是再不回来，恐怕他们接下来就得杀人放火了。哟，小丫头片子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杀人放火？你爸偷了这么多名贵的古董，他才是最该死的那个。偷古董？装，继续装。人家院士和会长都来确认了，这玉玺、这鸡缸杯全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。要不是你爸偷的，怎么可能出现在你们这种穷酸货的家里？星河啊，你跟爸说实话，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今天这么多人看着，咱们得解释清楚啊！放心吧，爸，咱们家从来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儿，这些东西都是我和大姐、二哥平时买给您的。什么？真是你们几个买的？一个小姑娘家的，别的不学，学着扯谎。就你们这几个在城里打工的穷鬼，连个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，还学人家买几千万的古董呢！真是什么样的爹，教出什么样的骗子！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我骂的就是你们，不然你打我呀！他们打我也就算了，你个小贱人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也敢打我？现在立马向我爸赔礼道歉，不然后果你们承受不起。啊！我跟你这个小贱人拼了！你该死！看在我爸是个老好人的份上，我给你们最后一个道歉的机会，话不说第二遍，你们自己选。呸！让我妈跟你们这群乡下的农村人道歉，门儿都没有。本来我帮我爸报名这个相亲节目，只是想给他找个真诚踏实的老伴儿，安度晚年。但你们这帮人个个品行不端，连跟我爸站在一起的资格都没有。不过好在还有叶阿姨在。叶阿姨，多谢您能在节目上一直维护我爸。初次见面，这只手镯就当是谢礼了。我的天，这可是纯正的帝王绿翡翠手镯，
看这成色和水头，价值绝对在100万以上。什么？100万？星河啊，这东西太贵重了，阿姨不能收，您就收下吧，保不准您和我爸还能牵手成功呢，我就当是提前恭喜你们了。孩子的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陈先生的女儿出手就是几百万的帝王绿，这真的是个打工的。你们还不道歉是吧？行，你们今天打碎的所有东西，全都必须照价赔偿。刚才我粗略估算过，地上这些损毁的古董字画，总价值大概在将近15个亿。15亿？你这老东西做梦没睡醒吧？想钱想疯了！这些破烂玩意儿，明明就是陈建国这个死窝囊碎自己弄碎的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想讹诈我们，你们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德行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哥可是响当当的大人物，他马上就会到，等他一来，就该轮到你们跪下磕头道歉了。是吗？那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今天不管谁来，谁都救不了你。你这死丫头，少在这大言不惭！等我大儿子来了，我非要撕烂你的嘴！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竟然敢在这个破地方欺负我周家人，活腻歪了是吧？儿子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看看你妈，今天被他们3个轮番扇巴掌，那个什么会长打我，那个老教授也打我，还有他，这个小贱人也打我。我活了50年，从来没受过这种委屈。哥，他们仗着人多，根本不把咱家放在眼里。那个女的还说谁来了都救不了我们，真是狂的没边了。你们听好了，我是北辰财团江门分部财务经理周锦明。北辰财团？那不是咱们大夏第一财团吗？年纪轻轻就是北辰财团的经理，前途无量啊！哎呦，林大姐，原来您儿子这么有出息，您真是好福气啊！我生的儿子，那当然是人中龙凤。我哥可是北辰财团的经理，今天有我哥在，你们就等着受死吧！真没想到这个蠢货，竟然还是大姐公司的员工。北辰财团，那可是大夏第一财团，绝对是我们惹不起的存在。这位周经理，请你搞清楚了，今天是你妈和你弟弟在陈老家里打砸抢烧，损坏文物。闭嘴！我妈都被你们打成这样了，今天这事儿没有任何商量的条地。刚才你们怎么扇我妈的，现在就让我妈加倍扇回来，否则我会动用北辰财团最强的法务部，告得你们倾家荡产。听见没？跪下！现在就给我跪下扇，扇到我满意为止，谁都不许停！我给你们3秒钟时间，跪还是不跪？你们最好想清楚了。3。周经理，您别生气，都是我们不对。我女儿她年纪小，不懂事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啊。爸，你不用求他们。星河，你别再犟了，那可是北辰财团啊，大夏最厉害的财团，连张会长他们都不敢得罪，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，怎么惹得起啊？爸，您放心，这种小问题我能解决。爸，要是让你知道北辰财团就是咱们自家的产业，怕不是下巴都要惊掉了。一个小小的区域财务经理而已，谁给你的资格调动北辰的法务部？你懂什么？我的顶头上司是赵东来赵副总，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所有人去要饭？你的意思是你能一个电话把赵东来叫来？行，那你现在就打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让我去要饭。我就是吹个牛逼，我哪真请得动赵副总大驾呀？怎么，你是手机没电了吗？还是说人赵副总根本不认识你呢？你没关系，我帮你。三小姐，怎么了？赵东来，北辰有个蛀虫惹到我了，我要你立刻来一趟老宅解决它。没问题，5分钟我一定赶到老宅。备车，去城郊陈家老宅，快！还有5分钟，你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，为自己的无知和傲慢买单。我原本以为陈建国已经够不要脸了，没想到他养出来的女儿比他还不要脸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赵副总是日理万机，连我都不敢保证能联系上他，你竟然还想一个电话就把人叫来？除了陈董和他的家人，还没人能做得到。你说对了，北辰财团董事长就是我大姐。等等，让我捋捋，听你这话里的意思，古情这富可敌国大夏第一的北辰财团是你们家的产业啊？没错，你这个蠢货还有点脑子。姓陈的人多了去了，你以为你也姓陈就能跟陈董攀上关系了？
做梦！你还真是不害臊，你自己看看，这个直播间3000万人都在说你哗众取宠，是个跳梁小丑。还有3分钟。你冒充三小姐，不仅是损害了三小姐的名誉，更是损害了北辰财团的名声。这么大的事，赵总一定会亲自到场，到时候你倾家荡产都赔不起。小陈啊，听我一句劝，别再触这个霉头了。北辰财团的能量通天，真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。星河，阿姨相信你不是坏孩子，不会做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。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好不好？叶阿姨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他们伤害了你，也伤害了我爸，所以他们通通都得付出代价。哎呦喂，我听到了什么？付出代价？就凭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德行，你配吗？死贱人，我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了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和你这个老不死的爹贵不贵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和我爸跪下？把摄像机关了，接下来的画面不适合直播，我要处理点私事。周经理，这直播间还有3000万人。我叫你关掉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好的，进来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有些乱叫的狗，我倒想看看是他们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棍子硬。周经理，你们怎么羞辱我这个老头子都可以，求求你千万别伤害我女儿。太迟了，给我上！麻烦事儿还真是一波接一波。哎呦！爸，你这是……哎呀，好奇怪啊！他们怎么自己就倒了？真奇怪啊！废物，2个人都打不过一个老农民，都给老子滚进来！刚刚运气好，让你放倒2个，我倒要看看这些个一起上你还怎么顶得住。这么多人得上点真功夫了，难不成我今天就要在这里暴露了？住手！都在这里干什么？赵总，您终于来了。这蠢货刚才到底是干了什么？就是他冒充三小姐，还有他那个爹拿着假古董在节目里招摇撞骗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竟然敢对我们北辰财团出言不逊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你说什么？就是啊，赵总，我儿子看不过去，要把他们抓起来，结果他们连北辰财团的人都敢打。赵总，你看，他们还打我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依我看，就应该马上把他们全抓起来，押到牢里去，定个死罪。你们血口喷人！赵总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们老陈家清清白白，从没有干过任何违法犯罪的事儿。那些东西，爸，不用说了，清者自清，我们不需要去求任何人。这群蠢货真是厉害啊！这是把天捅了个对穿呐！放肆！赵总在这里，你什么态度啊？还清者自清？你是在教赵总做事儿？真是不知死活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在赵总面前装大尾巴狼！你笑你妈呢！信不信老子马上就让你滚！闭嘴吧，蠢货！赵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陈小姐，属下管教无方，让您和伯父受惊了，还请您恕罪。陈小姐，伯父，星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赵总，您千万别被这个臭婊子给骗了，她就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她怎么可能？再敢对陈小姐不敬，信不信我今天我抽死你！明明我才是身份高贵迷人的林金凤，凭什么这些大人物都去帮陈建国那个穷酸会，还一个个的扇我巴掌？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！星河，你怎么会认识赵总这样的大人物？哦，就是机缘巧合下认识的。伯父伯母，你们有所不知，当初我遇到大难是陈小姐出手相救，我一直记挂着这份恩情，所以特地寻了些小玩意儿送给陈小姐。小东西，我可听张会长说，这些加起来价值得上10亿呀！区10个亿而已，比起救命之恩不值一提。但我这片心意绝不允许任何人肆意破坏。今天你们母子2人打碎的这些东西，你们要么要歇了1分不少的赔钱，要么就别怪我启动北辰财团最强法务部，私闯民宅、蓄意伤人、损毁财物、破坏文物这几条罪名，把你们送进去判个终生监禁，那都是轻的。赵总，误会，这绝对是个误会啊！
我们真的不是有意要打碎这些天价宝贝的。哥，你快说话呀！快跟赵总解释，我们就是手滑，是不小心弄坏的，对不对？你快帮帮我们啊！对啊，锦明，你和赵总说，我和你弟是不小心的，你快说啊！赵总，我们真不是故意的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这回吧。我们就算砸锅卖铁，也赔不起上亿的钱啊！你只不过是怕了而已，但凡你是真的认错，也不该是来求我。陈小姐，我那是猪油蒙了心，胡说八道的。你们刚刚强闯我家，满嘴喷粪的那股气是哪儿去了？那个赵总啊，您看我妈和我弟您都罚了，那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集团已经启动了对你的离职审计程序，你最好别被审计团查出问题来。赵总，您不能这样啊！我为公司流过汗，我给公司签过单啊！就算公司不要我，也不能让审计来。拖走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星河，不，陈小姐，刚才你们母子三口口声声要欺辱的人，是我爸；动手要打的人，也是我爸。陈叔，我求求您了！我混了10几年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给人当牛做马，才好不容易爬到今天这个位置啊！我不能被开除啊！您大人有大量，帮我求求情吧！妈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过来跪下给陈叔道歉啊！我可是你妈，你让我给这个窝……别磨磨蹭蹭的了，快点儿！今天我要是和你们一起进去了，咱们全家都得去喝西北风。老陈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们不对，是我们的错。你们2个废物还杵在那当木头桩子，赶紧滚过来跪下！今天你们要是不跪，回去我把你们的腿都给打断！对不起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陈叔、陈小姐，您看我们全家都给您跪下了，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您2位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们这一马？我保证以后绝对夹着尾巴做人，绝对不会再犯了。爸，这件事理由由您来决定。您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周继明、林金凤，如果你们今天只是对我言语羞辱，或者只是打碎了这些古董，我都不会跟你们计较。谢谢陈叔，谢谢陈叔，您真是活菩萨。但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对我女儿出手，所以抱歉，我不能原谅你们。老陈，你不能放开我！陈小姐，给我一条活路吧！放开我儿子！你们这群没天理的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把他们一家连同视频证据打包，一起带去执法局立案，交由执法机关处置。我跟你们拼了！你们会遭报应的！还有你们2个，似乎和我们北辰财团有合作，你们的人品让我很不放心。我会立刻启动对合作业务的专项审计，但凡查到任何污点，会直接整理成材料举报至司法机关。陈小姐，不关我们的事儿啊！我们都是被林金货那个毒妇蛊惑的，是他逼我们来的。是啊，陈小姐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你们无需向3小姐求情，如果审计结束之后没有查到你们作奸犯科，我们自然不会把你们赵东来他们太聒噪了，我们家不欢迎这种吵吵闹闹的人。来人，把他们俩也赶出去。陈小姐，那我这边也就不多叨扰了。丁教授非常抱歉，这些损毁的文物还得麻烦您去修复了。不敢。没能保护好这些文物也是我们的失职。你是？好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修复这些文物。赵东来，文物修复的事儿就麻烦你协助丁教授完成，我请我爸和叶阿姨出去吃顿好的，给他们压压惊。没问题。不对劲儿，今天这事儿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。北辰财团的赵总怎么可能对一个普通丫头这么毕恭毕敬？那是自然，他们的身份根本不可估量。那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哎，丁教授，你倒是说清楚啊！老李，是我，赶紧帮我动用所有的人脉，去给我查一个陈山河的人，帮我弄清楚他到底是什么背景，越快越好。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，别让人家噎你干坐着。那个婉楠，多吃菜。我这老爸平时看着挺靠谱的，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成了榆木疙瘩？星河，今天这事儿真是多亏了你，
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那帮人还不知道会放肆到什么地步呢。叶阿姨，今天这事儿我得谢谢您才对。我爸这个人老实巴交的，嘴又笨，如果不是您帮他说话，我爸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建国是个好人，我只是觉得他不该被这么污蔑。叶阿姨，我记得您今天可是为我爸爆灯了，您到底是觉得我爸哪儿好呀？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赶紧吃饭。爸，今天路上有点堵车，我们没来晚吧？你们怎么也来了？叶阿姨您好，我是陈婉舟，这是我弟弟陈千浩。中午就听星河提起您了，现在一见果然和善可亲。哎呀，你们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叶阿姨，我爸这个人呢，优点很多，善良踏实，就是有时候太老实了，嘴笨。我哪有？不，婉舟，你说的这些不是缺点，这些恰恰是我选择和他在一起的原因。您的意思是，您同意和我爸在一起了？这种事情我可不会开玩笑。婉楠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我就是个乡下跑腿的，家里那房子破破烂烂的，你跟着我要吃苦的。老陈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有，我看重的是你的善良、本分、有担当，这就够了。姐，哥，要不现在就把我们的身份告诉爸爸，让他别有那么多顾虑。我觉得行。不急，等他们结婚那天，给他们一个惊喜。而且我看了今天的节目视频，总觉得爸好像也有事瞒着咱们。哎呀，爸，您听见没？人家叶阿姨都同意了。再说了，叶阿姨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。爸，人家叶阿姨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您就别犹豫了，快表个态啊！陈建国，我们结婚吧。我就这么稀里糊涂把婚结了？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不是，就觉得跟做梦一样。你看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气质又好，我就是个种地喂猪的乡下人。行啦，现在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以后就不许再说这种见外的话了。咱们还是想想晚上去吃什么，庆祝一下吧。喂，哎呀，班长，对，今天晚上啊，行，没问题。老陈，今天晚上我有个高中的同学聚会，定在望月楼了，你能陪我一起去吗？那我先回去准备一下。好，那我也回家准备一下。晚上6点，我在望月楼门口等你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赵东来，恭喜老爷子，喜结连理。你有心了。对了，婉瑜把北辰财团管得怎么样？回老爷子，当年您创立的4大财团，如今都蒸蒸日上。北辰在婉瑜小姐的管理下，更是一骑绝尘。只是有话直说。想当年，老爷子您一人统领4大财团，海外资本闻风丧胆，那才是真正的盛景啊！如今总觉得少了那股子锐气，要不您再回去接着干？不了，你也知道我当年为什么隐退，现在找了老伴儿，更想安安稳稳过日子。刚领的。明白。只要老爷子您高兴就好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望月楼是你在管吧？是，老爷子是有什么事交代？我那田里种了点瓜果蔬菜，纯天然的，你帮我摘些送到望月楼去。晚上我和老伴6点在那儿吃饭，你也带些回去给你妈尝。是，老爷子，我这就亲自去办。行，你也早些回去休息。我呀，确实该好好过个晚年喽。赵总。这位老爷子真那么厉害吗？何止是厉害，老爷子当年一个人就能搅动全球的商业风云，各国顶级资本在老爷子面前连还手之力都没有。我爹当年还是老爷子的贴身保镖，牛逼不？我的妈呀，这也忒牛逼了吧！那后来呢？后来各国资本开始玩阴的，我家老爷子在护送老爷子妻子的路上，被他们的人伏击了。打那以后，老爷子就退了，要不然国外那些资本哪抬得起头来？不说了，摘菜去。多大人了，还玩种躲猫猫的游戏，不嫌幼稚吗？说吧，从我领完证就一直跟着，想干什么？爸，我们就是想问问您到底是有什么隐藏身份？我的事儿你们就别打听了，打消这个念头，安安分分过你们的日子。可是爸，没什么可是。对了，晚上你叶阿姨有个同学聚会，给我准备一套像样点的衣服，再弄辆车过来，别太张扬，但也别太寒酸，不能让你叶阿姨在老同学面前丢了面子。
爸，您知道我们的身份？不然呢？你们那装的破绽百出的，真当你爸我是傻子呀？我的天，之前还说我花钱大手大脚，说我们浪费钱，合着全是装的。老爸，这也太狠了，把我们全都骗过去了。这……老爸如果只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，根本没必要藏这么深，更有可能是爸他根本不能暴露身份。周总，听说叶婉楠最近2婚了，可不是嘛？我听人说对方还是个干跑腿的农村人，还是他在那个中年相亲节目上找的。你们说可笑不可笑？我可记得咱们周总上学时追了叶婉娜好几年，他离婚的时候，您不还说只要他回头随时欢迎吗？怎么一转眼他就这么想不开，嫁了个农村人啊？他爱嫁谁嫁谁，跟我有关系吗？哼，我现在身家千万，我儿子更是在千军国际拍卖上当副总裁，我会缺他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？那倒是，周总您现在的身份地位，他叶晚说可高攀不上。就是可惜了您当年一片痴心，现在倒好，白白便宜了个乡下种地的，真替您不值。婉楠，好久不见了，大家都挺好的吧？婉楠啊，听说你最近2婚，嫁了个农村人，怎么不带来给我们看看？藏着掖着是怕丢人吗？他有点事儿在忙，晚点到。农村人嘛，干的都是些粗活累活。望月楼这种高档地方，他多半是不敢来了吧？婉楠，不是我说你，这家望月楼的包厢可是我儿子提前了1个月才订到的，出入的也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你那位要是真到了，怕是连大门都进不来吧？你说你当年在学校里多骄傲啊，挑来挑去，我还以为你会挑个人中龙凤，结果呢，最后就嫁了个干跑腿的农村人。要我说，你真该去医院看看眼睛了。真要去医院看眼睛，也该是你那些前妻去，毕竟他们总不可能是图你家暴、出轨、打老婆才嫁给你。叶婉楠，你少在这里牙尖嘴利。我结几次婚怎么了？老子有钱，只要我愿意。我现在50岁了，照样有大铺20多岁的年轻小姑娘排着队倒贴我。钱确实能买来很多东西，但自己也能赚钱，用不着你这种人来施舍。你的意思是，在座的姐妹们找个条件好的老公就是没有真心，贪图钱财喽？你看不起我就算了，怎么连老同学都看不起？婉楠，你这话确实有点过了。咱们女人图个安稳有错吗？哼。门口那辆车是谁的？挡住贵宾通道了，麻烦赶紧挪一下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老子开的是奔驰，什么狗屁人也配让我去挪车？你早说是劳斯莱斯幻影，我不就好了吗？行，我这就去，顺便认识认识。哎呦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司机不懂事儿，车停的不是地方，挡了您的道，我这就挪，这就挪。您看看这个。建国，都是皖南的老同学，就算了。这是皖南的老公，这看着也不像农村人啊。何止是不像，就这长相、这气质、分高低，都得是亿万豪门出身。建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一个朋友顺路送我过来的。我就说嘛，一个跑腿的怎么可能买得起豪车？原来是蹭朋友的车呀！皖南，你这老公不行啊，出门还得借车，太没面子了。地里刚挖的红薯，还有自己种的菜，纯天然无公害，大家一会儿尝尝鲜。皖南，你老公可真有意思，来望月楼还自带食材啊？那可不，跑腿的嘛，省钱省惯了。这人跟你什么朋友啊？借你车还把你送到这儿，该不会是租车公司的吧？嗨，一个有钱的朋友，正好顺路捎了我一下。说实话，这车坐着浑身不自在，还是我那辆小破车舒服。我看他是不习惯坐好车，跟他这人一样，上不了台面。这红薯你就自个儿留着吃吧，望月楼可不让带农产品进来。不让带？不会吧？我经常让他们帮我加工的。你可别吹了，
望月楼是江南最好的酒店，你还经常来，来了还指定菜，你当这是你家厨房呢？也不知道有的人到底是什么本事，能让人放着山珍海味不吃，反倒是去吃红薯，真有意思。嗨，这城里人吃的哪有我们乡下的东西正宗？我还是让他们帮我加工加工吧。你这人是好赖话听不明白是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李经理，好久不见。老天爷，这尊大佛怎么突然跑这儿来了？这位先生您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帮我把这些东西处理一下，蒸个红薯，炒个青菜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去准备。李经理，你们这儿能自带食物？还是红薯这种农项护测品？我做事还用你教？来望月楼吃红薯也不嫌磕碜。同学们，人到齐了，走，入席。建国，咱们中午领的证，这才到晚上你就有事儿瞒着我了。万南，你等等，你听我解释。周总，我敬您一杯，您可真是我们同学里的骄傲，不像我们家那个干啥啥不行，现在还在给人当司机呢。别说事业比不过，就连教孩子那也是比不了周总。我孩子花钱送出国留学，回来找不到工作，天天在家啃老，愁死我了。说到这事儿，谁不头疼啊？我儿子985毕业，一样家里蹲。人周总儿子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千军国际拍卖行的副总裁了。嗨，孩子们怎么样，全看当爹的有没有给他们做好榜样。我这辈子就是信奉一个道理，男人就得拼。要是自己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没个正经工作，整天跑跑腿、种种地，那孩子能有什么出息？各位贵客请慢用，这是陈先生带来的有机红薯和蔬菜，我们行政总厨亲自处理的。行政总厨，望月楼的行政总厨不是只给 SUIP 客户下厨吗？那他这得是什么身份，能让行政总厨亲自给他做饭？万南，你尝尝，这个很甜的。确实跟城里买的那些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叶万南，一个破红薯就把你满足成这样，真是没见过世面。我说你这老公也是，不想着怎么让老婆过上好日子，就只会拿个红薯来哄人。我周某人白手起家，奋斗20年才有今天的身家。我儿子从小就看我这么拼。我问你，陈建国，你的孩子呢？你的孩子现在都在干什么？能拿得出手吗？哎呀，那个相亲节目上都说了，他那3个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呢。打工的，真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！你这样的人也只能教出这样的孩子了。大家的孩子要是有工作上的困难，尽管跟我说，我儿子在千军拍卖行还是有人脉的。不过嘛，像陈建国家孩子那种学历太低的，我可就爱莫能助了。就说这千军国际拍卖行的老板，那更是了不得，年纪轻轻就跻身福布斯排行榜。听说那老板叫什么陈千军，对，陈千军，那才是真正的人中龙凤。陈千军，那不是你儿子的名字吗？万南，你是不是想当豪门阔太想疯了？万南啊，你真是太会开玩笑了。千军国际的陈董那是天上的人物，他家那个打工崽子给人提鞋都不配。万南，现在社会很开放的嘛，你要是不想和这个乡巴佬过，那就离婚呗。再求求周总，人家说不定还给你留了机会。哎呀，我说你这农村人老公怎么开着豪车，穿着名牌呢？原来都是装的呀！为了今天同学会撑场面，下了血本吧。千军国际的董事长陈千健，的确是我的二儿子。万南，这是你教他说的吧？我就说你怎么会看上这么个窝囊废，原来是听话啊！万南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拜金就直说嘛，不丢人。离开这个废物，跟
跟着我，我保证你以后天天穿名牌，开豪车。哼，你个穷鬼，连自己老婆都满足不了，活着有什么意思？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前面那个老婆就是被你穷死的吧？就是被你穷死的吧？你敢打我？撬我墙角，我只当是疯狗乱吠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拿我亡妻说事儿。我那也是为皖南着想，我怕他跟着你吃苦受罪。难道我说错了？那要是有本事，老婆会死吗？建国，都过去了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过去？哼，过不去了。你敢打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儿子就在这酒店谈生意，你给我等着。喂，喂，爸，我在楼上谈生意呢，怎么了？天明，你在哪儿？快带人到楼下包间来！你老子我被人打了！什么？在我的地盘上还有人敢打您？爸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带人过去。老陈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一个农村人，好不容易来了城里，就得懂城里人的规矩礼仪，怎么能随便动手打人呢？就是，周董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吗？犯了错就得认罚，赶紧给周董敬酒赔罪。为了在皖南面前吹几句牛批，把自己的命搭进去，不值当啊！今天这瓶酒你给我吹了，不然我不可能放过你。哼，周总，这瓶酒我替他。皖南，千军是我儿子，你无需向这种人低头敬酒。建国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千骏国际的董事长陈千骏真是你儿子？是。好，我信你。哈哈哈，死鸭子嘴硬，死到临头了还在装。陈千军要是你儿子，老子今天就把这桌子吃了。老周，消消气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他也是为了面子下不来台，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算了吧。算个屁！我周天红在江城不说是大富大贵，但高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他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打我？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活腻了，也敢对我爸动手？是你还是你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世界顶级拍卖行千军国际的副总裁周天明，我手里经手的拍谱，随便出手一件，赚的都顶你们一辈子的工资。今天我爸在你们这群人里挨了打。打人的人如果不站出来给我个交代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老陈，你就不怕他们真的动手？就算他们真动手，也未必能打赢我。陈建国，我看在皖南的面子上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这瓶酒你给我干了。再说一句，我是穷酸鬼，我是蠢货，我今天就放你一马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喝酒。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天明，把人给我带走。行，既然有人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我把这个装逼的老东西拖走。什么情况？天明，好久不见。老陈董，爸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这位是千军总的亲爹。天明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他就是个乡下种地的老农民啊！哼，就是。天明，你瞎叫什么？他这穷酸样不可能是什么大人物。今天你必须帮我出了这口气。爸，你给我闭嘴！你想害死咱们全家吗？你干什么？他明明就是个屁！千军董的爷就爱住乡下，我可是亲自去乡下给他送过东西的，绝对不可能认错。实在对不住啊，老陈董，我爸他今天多喝了2口猫尿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他满嘴胡言乱语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可千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别叫我什么老董，我陈建国就是个普通人。千军国际是孩子一手打造的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的老天爷，他竟然真的是那个千军国际太上皇！完了，刚才咱们还帮着老周挤兑他，这下可是把真佛给得罪死了。建国哥，今天都是我不对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您看在皖南的面子上，
看在咱们都是老同学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一回吧。是我的错，是我猪油蒙了心。皖南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那么说你，都是我嫉妒心作祟。看你和建国哥感情好，才编造那些诋毁你的话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行了，别打了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当着你儿子的面在这里自扇耳光，还嫌不够惹人笑话吗？建国哥，天明在千军拍卖行辛辛苦苦熬了这么多年，才做到今天副总裁的位置，实在是不容易啊！我求您别为难他，不然的话，我这当爹的以后在他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啊？我今天只是过来陪皖南吃个饭的，从来没想过要为难谁。饭就吃到这里吧，这包间里的空气太闷了。建国，我们走。好。好了没有？你这是要把我卖了吗？快了，快了，别急。好了，睁眼吧。老陈，这是千军非要安排的。我说太高了，他说爸，您得浪漫一回。我想着带你那像在天海上看一次日落。陈建国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浪漫了？不是学的，就是想让你高兴。这又是哪个孩子准备的？这是我自己跑腿攒的，跑着跑着就攒够了。挺好看的，比钻戒好看。那你戴戴看。陈建国，嗯。